要是你没听过桑卫要吃掉 IGM 这一单533亿的大戏，那你真的可以考虑要把你家的 WiFi upgrade 一下好了。你可能在想，两只大象要结婚了，这不是大好消息吗？讲什么 EPS 会增厚，合并后全马无敌，每次看到这种世纪大联姻，散户总是第一个兴奋，好像人家大老板结婚会请你去大同酒家吃鲍鱼酱。哇老醒醒啦，你以为你在跟大佬同一条船，其实你可能被人卖了都不知道。认真的，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财富大洗牌。我今天先放一句扎心的话，如果这桩合并真的成事，短期内一定会有人心痛到要买单眼老凉茶来降火，长期才可能有人爽到开猫山王。为什么？因为在资本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并肩作战，只有选对战。接下来的10分钟，我们要拆解3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真相。一、为什么分析员说明明 EPS 会增厚 4%到 6%， 但两家的股价却可能在成事之初先跌为敬。2、为什么表面上拿着 20% 换股溢价的 IGM 股东未必是这场合并的最大赢家，甚至可能是在交出主权。3、最关键的一点，为什么这桩合并案能否成型？关键其实不在丹斯里谢富年，也不在丹斯里陈文成，而是在那3个幕后大佬手里。分析这种世纪大新闻，最忌讳的是看戏看表面。其实这单交易早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偷情了。当时森卫突然买了 IGM 5% 的股份，在资本圈 5% 就是一个信号灯，意思是老板，我看上你家的东西啦。结果呢，2023年9月，孙安卫突然把股份全卖了。当时全马散户都讲，哎呀，没戏了，分手了。现在看回来，这叫以退为进。你以为人家是放弃，其实人家是回办公室商量对策去了。果然过了2年后，就在2025年尾，媒体就开始爆料换股方案，是不是跟你一样对于前任难以释怀？在这里我要点破一句话，在马股，一个大老板如果对一个公司没兴趣，他不会像玩 Tinder 这样滑来滑去，这种买了又卖，卖了又传的反复，正说明了丹斯里谢富年对 IGM 的优质资产是心心念念。这里需要科普一下， IGM 拥有强劲的现金流资产，如 Basraya、MPE、Likas 3大高速公路和关丹港口。如果这3条大道和关丹港口落入3位口袋，粗略计算可以贡献额外 10% 的 revenue 给3位。很多媒体在报道这则新闻时，喜欢用大马基建双雄并肩这种好听的词，但作为投资者，我们要看透本质。在这里我要直接丢出一句狠话，如果这桩交易成真，这绝不是什么强强联手，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一方吞并另一方。来，我们拆解一下那个换股比例。分析员讲，大概是一股 IGM 换 0.55 股3位，听起来 IGM 股东拿了 20% 的溢价，好像赚到了，对不对？你看的是那点小钱，人家看的是江山。合并后 IGM 现有的股东在整个大集团里的持股量会掉到 25% 以下。这是什么概念？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开了间肉骨茶店，生意稳稳，还有几条大路收过路费。这时候隔壁开商场的超级富豪来讲，我们合作吧，我给你一点我商场的股份，但以后你的肉骨茶店归我管，店名也要改我的。肉骨茶店就是 IGM， 超级富豪就是桑卫。所以你明白了吧？作为 IGM 股东，你拿到了溢价，但你失去了话事权。3位合并后的控制地位是稳稳的。扎心对照，你以为你是去当合伙人，其实你只是去当个部门经理。IGM 这种曾经的基建老大哥，以后可能只是双威帝国里的一个修路部门。我们要明白一个残酷的现实， IGM 现在的股价其实长期低于它的账面价值，市净率 PB 只有 0.9 倍左右，而3位现在的姿态更像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买家，趁着 IGM 价值被市场低估时，利用自己估值更高的股票作为货币，去吸收 IGM 那些极其诱人的核心资产。所以结论非常明确，对于 IGM 股东来说，你们的资产是被买走了价值，你拿到了溢价，但你失去了对这家公司的控制权，从主人变成了占股不到1/4的小股东。对于3位股东来说，你们是在用股票换实物资产。孙卫用增发新股的方式，几乎不用掏现金，就瞬间把关单港口、3大特许经营高速公路以及 IGM 旗下的工业和建筑订单全部收入囊中。这场博弈里，谁是爸爸，谁是孩子，在 25% 这个数字面前已经一目了然。孙卫是要利用 IGM 的股价来撑起自己那个533亿令吉的超大帝国。分析报告里讲，合并后 EPS 每股盈利会加 4%到 6%， 账面价值 BVPS
会升 45%。 看到分析师这样说，有没有兄弟们我们先 all in 的感觉？ Zoctok Mate 这些财务预测全都是建立在股价不动，市场给出的 PE 保持不变的理想假设下的。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要知道，桑维拿什么去换 IGM？ 他不是拿现金，他是印新股票。这里面藏着一个巨大的换股陷阱，每一股 IGM 换取约 0.55 股的松卫股份。对于桑维来说，短期内股价可能会被压制。为什么？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换股合并意味着双威必须发行大量新股，这不仅会产生股权稀释的担忧，更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整合不确定性。投资者会担心桑维那个精密的 Build on Operate 模式真的能瞬间消化掉 IGM 那庞大的基建资产吗？在整合期真正产生协同效应之前，森威的股价往往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巨大的利好，而对于 IGM 来说，短期机会反而更明显。IGM 目前的股价其实长期处于折价状态，市净率 P/B 只有 0.9 倍，一旦合并落实，那 20% 的收购溢价就是散户看得见摸得着的肉，股价极大概率会先跑一波去填补那个溢价缺口。所以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短期交易机会在 IGM 它是博取溢价和价值回归的标的。长期的故事在森威合并后的实体虽然手持218亿令吉的订单和1207亿令吉的剩余发展总值 GDV， 但那是一场需要用年为单位来观察的长期整合秀。这就是典型的 buy on rumors sell on fact。 很多人只看到 EPS 增加，却没看到三位为了这 45% 的账面价值提升需要承担多大的管理和财务风险。讲了这么多，其实决定权不在那2个单词里手里。这单合并要成得看那3个国家队。 EPF 公积金局持有约 16.8% 的股权， KWAP 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持有 9.7%， PNB 国民投资机构记在他手上管理的相关基金就持有 13.2%。 这些机构几乎掌控了 IGM 接近一半的江山。只要这3个国家队的其中2个不同意，这场533亿的合并蓝图就根本无法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因为通常需要 75% 赞成票。另外一个合并案的难题更难克服，牵扯到一个非常敏感的神经，国家战略资产的控制权。马来商会 Padazama 已经公开跳出来反对，担心合并后土著持股比例会稀释到 25% 以下，影响在基建领域的发言权。甚至首相安华也曾提醒 GRIC 在处理战略资产时不能随随便便交给 Golongan Maha Kaya 超级富豪。这单核并不是数学题，是政治题。如果 GRIC 不点头，谢老板再有钱也只能在森威Lagoon里自己玩水。讲到最后，散户该怎么办？我给你们一个逻辑框架，你自己去想。如果你是求快的，你的机会可能在 IGM， 因为它现在是被低估的，因为 Price to Book Value 是 0.9 倍。如果合并成事，那 20% 的溢价就是你要吃的糖。但也别忘了，如果最后政治因素导致婚事告吹，这一口糖可能会变成玻璃渣。如果你是求稳的，你的目光要在森威，你买的是谢富年的 Build on Operate 模式，合并成功，它就是一个拥有218亿订单、无数收买路钱还有港口的超级巨无霸，在未来的数据中心建设和基建大周期里建立一个无懈可击的商业帝国。在马股混，最忌讳就是输在认知。你以为你在抓机会，其实你可能只是在帮人家填坑。大象跳舞，地板会震。你如果是蚂蚁，就不要站在地板中间拍手，躲在杯子后面看清楚，到底他们是在跳求婚舞，还是在玩大逃杀。今天的拆解就到这里。你觉得这桩533亿的联姻最后会被 JRIC 给拦下来吗？或者你觉得哪一家才是真正的赢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这支视频帮你避开了陷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集再见，拜。